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昭帝元凤3年。首先看看侯史吴案件的收场。丞相田千秋为了救女婿徐仁奋力一搏，反而弄巧成拙，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徐仁和芒平作为侯史吴案的初审官员，被霍光投进大牢。朝廷上所有人都知道了，下一个就该轮到田千秋了。这个时候是杜延年及时劝阻了霍光。杜延年的意思是，这个案子就不要再搞扩大化了，不要偏离法律和民心太远。如果真的把丞相也牵连进去，一定流言四起，这件案子从此就会成为霍光人生履历当中的一个污点。我们从杜延年的发言来看，霍光把侯史吴定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老百姓已经是看不下去了。但霍光能做的让步，也只有放过田千秋而已。从此跟田千秋还是和睦相处，保持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至于徐仁，当年4月在狱中自杀，廷尉王平和左平以贾胜胡腰斩。我们知道徐仁和王平是侯史吴案的初审法官，这位突然出现的贾胜胡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怪司马光了。他在记录案情原委的时候，采录的史料是《汉书·杜周传》，这里就没有贾胜胡什么事儿。而交代这3名高官或自杀或腰斩的情况，采录的史料是《汉书·昭帝纪》，贾胜胡和徐仁、王平同罪。司马光把这2段史料做了裁剪和拼接，但拼接的不够圆润。多年之后，霍光已死，他的儿子霍宇受到皇帝冷落，老部下任宣去开解他。回顾霍光的风光时刻，说当年廷尉李冲、另一位廷尉王平、左平以贾胜胡和丞相的女婿少府徐仁，都是因为违逆了霍光的意愿下狱而死的。也就是说徐仁他们谈不上犯了多大的罪，之所以下场凄凉，只因为没顺着霍光而已。而这几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都不是普通人，而是清一色的2000师高官，还都是实权派的高官，和2000师里边的太仆、太常还不一样。整件事里，杜延年的形象显得特别突出。他因为直接向霍光揭露上官桀集团的阴谋，不但封了侯，更成为霍光最信任的人。所以如果有什么为难的事情，由他出面去劝谏霍光，霍光多多少少听得进去。而杜延年偏偏是个温和宽厚的人，刚好和霍光的严峻形成互补，在朝廷里边妥善地协调着各方面的关系，扮演着一个缓冲器的角色。接下来这一年的冬天，东北边境出了大事，乌桓造反了。乌桓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汉朝初年的历史。当时的北方草原，默读刚刚杀了自己的父亲，冒匈奴之大谋为，自立为单于。邻居东胡接连派使者过来，一是趁乱欺负一下匈奴，二是试探一下默读单于的斤两。结果呢，东胡来要千里马，默读给了；东胡来要默读的漂亮小后妈，默读也给了；东胡又来要一片土地，默读终于猫活了，依然对东胡发动唾弃。资治通鉴的记载是，默读遂灭东胡，东胡作为一代草原霸主，就这样被默读灭掉了。默读急需用兵向西逐走月支，向南吞并楼烦、白杨2族，顺势侵袭燕国和代国，全部光复了当年被蒙恬夺取的土地。前面讲过，当时正值楚汉相争，默读单于在这个难得的窗口期迅速扩张实力，兵力达到30多万，一跃成为草原霸主。但这里需要澄清一下，东胡只是被击破，并没有被灭亡。活跃在东汉时代的乌桓和鲜卑就是东胡的分支，月支呢也没有被逐走，只是被打退了而已。当时东胡的余部一分为2，有一支跑到了乌桓山，今天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以北，也就是打金安岭山脉南端，因山为名，称为乌桓，也叫乌丸。另一支跑到了鲜卑山，同样因山得名，称为鲜卑。但鲜卑山到底在哪儿？说法就多了，有说在打金安岭北段的，有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某地的，这里就不去深究了。重点是
乌桓的活动区域靠近汉帝国的东北边境，鲜卑人似乎距离汉帝国还远，一时和汉人发生不了什么关系。乌桓和鲜卑作为东胡余部，长年以来只有龟缩在自己的1亩3分地。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乌桓这段日子可被匈奴欺负惨了，他们每年要向匈奴缴纳马、牛、羊和兽皮，只要到了时间没能交上来，匈奴呢就直接抢走他们的老婆孩子。等到汉武帝拼尽国力打匈奴，迫使匈奴重心西移，乌桓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可以伸伸胳膊腿了。在汉人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不如让乌桓人搬满家，替我们做一个防御匈奴的屏障好了。这就是地缘政治里的缓冲区概念。就这样，乌桓人搬到了上古、渔阳、右北平、辽东郡几个北部边郡的边境之外，相当于背靠汉帝国的边塞，面对北方的匈奴，或者说被夹在了汉匈之间。汉帝国的北部边境线很长，这样一来，这个边境线差不多从中段到东段都因为安置了乌桓人而增加了一重保障。但是乌桓作为草原民族，真的愿意替汉人挡匈奴吗？后汉书对乌桓的风土人情有过详细记述，大体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匈奴人很相近，和汉人隔阂巨大。我们只要想到在冒顿单于兴起之前，东胡可以压着匈奴打，就不难体会他们的民族性了。所以为了加强控制，武帝特别设置有护乌桓校尉，这是2000石级别的武官，驻地就在乌桓移民区内。今天我们知道这种搞法，搞好了叫战略缓冲区，搞不好就叫引狼入室。果然，等乌桓恢复了几分元气了，就时不时爆发边境冲突了。而这一时期，匈奴虽然还会南下，甚至有过掠杀数千人的战绩，但一来自身实力大不如前，二来呢，汉帝国边境防卫相当周密，匈奴呢接连几次讨不到便宜，也就消停下来了。这里重申一下，匈奴也好，乌桓也好，组织结构相当松散，最高领袖约束不住全部的族人，所以外交特别难搞，很难维系长久的和平。以上就是本年度乌桓事件的背景，下面我们就要进入事件本身了。起因是有匈奴投降过来的人向汉政府提供了一条情报，说乌桓人刨了匈奴单于的祖坟，匈奴当然不能忍，所以发动了2万大军来找乌桓报仇。现在问题甩给了霍光，怎么办？护军都尉赵充国首先给出意见，一言以蔽之，狗咬狗而已，随他去吧。霍光再问中郎将范明友，范明友的意见是他。于是霍光任命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2万人从辽东出采。那么问题来了，范明友的理由是什么呢？霍光又为什么要同意范明友呢？很遗憾，史料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范明友是霍光的女婿。这里插一句题外话，从霍光身上，我们特别看得出多生孩子有多重要，生男生女都好。就看霍光这几个女儿，又嫁给金密第一长子呢，又嫁给上官桀长子呢，现在看到又有一个嫁给高级军官的。范明友以军功起家，后来做到未央宫卫尉，而长安城内2大卫尉当中的另一个长乐宫卫尉邓广汉也是霍光的女婿。霍光生麻就像韩信点兵，咄咄益善。话说回来，范明友在霍光面前说服力自然更强一些，而当我们给整件事复盘，会觉得打有打的道理，不打有不打的道理，很难讲谁的意见更胜一筹。赵充国担心的是，人家狗咬狗，如果我们非要过去掺和一下的话，只怕以后有的是后患。但霍光坚持要打，态度还很有意思。霍光考虑到匈奴已经占了先机，等汉军赶到了，有可能匈奴已经打败了乌桓，撤回漠北了，所以他特别叮嘱范明友说，军队出征不能白折腾一档，如果遇不到匈奴，那就打乌桓吧。对想霍光的意思，军队既然开动，就必须要有一场胜利，不然呢，就很容易人心涣散，
说闲话的人多，不利于清政权的凝聚力。范明友果然错过了匈奴，于是忠实执行了霍光定下的方针，狠狠打了乌桓一顿。要知道乌桓刚刚遭受过匈奴的痛击，正在遍体鳞伤，一口气还没有喘匀的时候，马上就被范明友这支生力军蹂躏了第二顿，哪里招架得住嘛？就这样让范明友轻松取得了斩首6000余级、斩杀3名首领的辉煌战绩。范明友兵威之盛，连匈奴都被吓到了，不敢再轻启边境。看来啊，这一仗不但打出了军威，而且一举两得。但我们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乌桓并没有被斩尽杀绝，他们只要缓过这口气来，就应该展开报复行动了。到了那个时候，范明友还要专程去打乌桓，这正应了赵充国的预言。而匈奴那边呢，见识过范明友的兵威之后，不打算和汉帝国正面对抗了，转而采取迂回策略，而这一迂回又搞出了不小的麻烦，这是后话。昭帝元凤3年的大事件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一场再见。